今天我们将讨论《The Psychology of Money》一书中的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话题——反常的财务行为。我们常常认为做财务决策应该是理性而冷静的，但现实是，大多数人做出的财务决策往往受到情感和心理因素的驱动，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常的财务行为。反常的财务行为让我们在投资、储蓄和消费等方面做出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决定。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几种典型的反常行为，以及它们背后的心理学机制。一、损失厌恶。损失厌恶是指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同等金额的收益所带来的快乐。换句话说，我们对失去100元的痛苦感受要远大于赚到100元带来的满足感。这种心理现象常常导致我们在投资时表现得过于保守，比如当市场下跌时，许多人会因为恐惧而急于抛售股票，试图避免更大的损失，但这种行为往往让人在市场最低点卖出，而不是在合适的时机止损，最终导致更大的损失。损失厌恶还会让人们在面对新的投资机会时犹豫不决，担心失败而不敢尝试，从而错失了潜在的收益。要克服这种心理，我们需要改变对风险和损失的看法。首先，要认识到投资中不可避免的会有波动和暂时的损失，我们应更多的关注长期回报，而不是短期波动。其次，要设立明确的长期目标，并在市场波动时坚持既定策略，不被情绪影响。二、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认为自己能够掌控局面，甚至能够预测市场走向。很多人在几次投资成功后会产生过度自信，认为自己能够轻松驾驭市场，于是做出过于激进的投资决策，或者将资金过度集中于某一类资产。这种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带来高回报，但从长期来看，往往会因为没有考虑到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遭受巨大损失。克服过度自信的最佳方法是保持谦逊。要认识到，没有人能够100%的预测市场走向。我们可以通过定期反思自己的决策过程，倾听他人的意见来提醒自己保持理性，并根据风险承受能力来分散投资，降低风险。三、短视效应。短视效应指的是人们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回报和影响。在财富管理中，短视效应常表现为市场下跌时恐慌性抛售，市场上涨时盲目追高，最终导致低买高卖的亏损局面。短视效应使人无法坚持长期策略，总是被短期波动牵着走。这种行为不仅容易导致财富损失，还会增加心理压力，让人更加难以做出理性决策。要应对短视效应，我们需要培养长期思维，把目光放在长期目标上，而不是被短期波动牵着走。具体做法包括设定明确的长期财务目标，制定长期投资策略，并在市场波动时减少查看账户的频率。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被短期市场波动所动摇，而是能够坚持既定策略，获得长期的稳定回报。四、过度反应与忽视风险。当市场出现突发性利好或利空消息时，很多人会做出过度反应，比如恐慌性抛售或追涨。而在追求高收益时，许多人往往忽视潜在的风险，只关注眼前的回报，却没有仔细评估可能的风险因素。这种行为往往导致人们在情绪驱动下买入或卖出，而忽视了投资的基本面和长期前景，最终亏损大于收益。要应对过度反应与忽视风险，我们需要理性分析每项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学会冷静应对市场波动，不被短期情绪所左右，而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的长期价值。同时，在做投资决策时，为自己设立明确的风险控制措施，比如设置止损线或限定投资比例，这样即便市场发生巨变，也能够保护资金安全。总结，反常的财务行为主要体现在损失厌恶、过度自信、短视效应以及过度反应与忽视风险上。这些行为背后往往是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驱动，而非理性分析的结果。理解这些反常行为的心理机制，能够帮助我们在做财务决策时更好地控制情绪，避免情绪化决策导致的财富损失。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这些反常的财务行为，并在实际生活中学会控制它们，从而更好地管理财富。
实现长期财务目标和财务自由。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